姐姐，你说圣旨会不会是赐婚给你和沈世子？毕竟全京城都知道，姐姐你对沈世子一往情深，追了3年呢。就他也配？江家嫡女又怎样？没了亲娘，跟个庶女有什么区别？沈世子才貌双全，京城第1公子，他也敢相信？江令仪，我知道这道赐婚正旨是你求来的，我沈燕峰就是死也不会娶你。沈世子，我姐姐她也是太喜欢你了。痴心妄想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江家这嫡女真是丢人丢到宫里来了。太后娘娘，臣恳请您收回成命，臣宁可终生不娶，也绝不委屈自己。沈世子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是不是应该先听听圣旨写的什么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赐婚摄政王萧焕与江氏令仪，择吉日完婚，钦此。江大姑娘，接旨吧。臣女接旨。沈世子，你方才说什么来着？宁死不娶？放心，没人要把哀家的准孙媳妇儿嫁给你。沈世子，你高估自己了。皇姐，陛下，在外面不能这么叫。这里没外人。皇姐，你真的愿意嫁给皇叔吗？陛下赐婚，臣女怎敢不从？可是皇叔他好凶的。臣女会照顾好自己。摄政王殿下到。臣参见陛下。皇叔免礼。江令仪，正是。陛下，赐婚一事，臣已知晓，3日后完婚。皇姐，他就这个态度，挺好的，话少省事。江大姑娘莫怪，王爷就是这个性子，其实心肠不坏。江令仪，上车。有事？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你一个江家不受宠的嫡女，怎么可能攀上摄政王？沈护子，你今天在百花宴上的表演还不够丢人吗？你让开！江令仪，你给我说清楚！放手！我不！沈世子，你在宫门口拦截本王的未婚妻，是想造反？王爷，我只是什么？宁死不娶的人管得到宽。上车。多谢王爷。本王只是不想让人说闲话，别以为我对你有意。赐婚是太后的意思，不是我的。我知道，大概是没想到我这么平静。他不知道，我比他更不想嫁。我有太多秘密，嫁进摄政王府，只会让一切变得更复杂。废物！我养了你16年，让你去讨好沈世子，你倒好，被人当众踩在脚下。这不怪我，谁知道那圣旨不是给沈少子的？不怪你，我让你在宴会上把江令仪的名声彻底毁了。你呢？话倒是说的响亮，结果人转头成了摄政王。令仪回来了，快坐。继母不必装了，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。江令仪，你偷听！你们声音太大，不需要偷听。令仪，你别跟令婉一般见识，她就是替你高兴，激动了些。替我高兴？让人在百花宴上说我痴心妄想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那些话，继母的意思是，那些年让令婉接近沈燕峰，是你安排的。江令仪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和沈世子是两情相悦。两情相悦？那沈燕峰今天当着全京城的面说宁死不娶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站出来说你们两情相悦？继母，有件事你可能还不知道，3日后我嫁入摄政王府，从今天起我摄政王妃，江家的一切轮不到你做主了。令仪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父亲在外任上3年不归，这个家一直是你在管。母亲的嫁妆，江家的铺子转到谁名下？以为我不知道？我没空跟你算旧账。3日后出嫁，嫁妆清单我会列一份，少一件我就去摄政王府哭一场。
这就是身为江家嫡女的我住的地方。云锦阁，大梁朝最大的商后，铺子遍布九州，光是去年的流水就有白银300万两。而我就是云锦阁的幕后东家。继母要是知道他费尽肉想吞掉的那些嫁妆，连我真正家产的1%不到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。这是我亲生母亲的遗物，母亲林若薇，表面是小官之女，实际上是前太傅林阁老的嫡孙女。林阁老倾毕生心血打造了云锦阁，这一切都留给了我。3日后嫁入摄政王府，有些局该开始布了。原本母亲留下的嫁妆有118台，其余82台的去向，清单上写了4个字：年久损毁。青红，去把云锦阁京城分号的掌柜叫来。东家，我母亲的嫁妆里有82台被江家继室私吞，替我查每一台的去向，我都要知道。是。另外，我出嫁的嫁妆你替我备。东家要备多少？168台。大梁朝最隆重的嫁妆是公主妇出嫁的120台，东家要168台。东家，这会不会太惹眼了？就是要惹眼。姐姐，母亲让我给你送嫁衣来，这是当年家里大伯母穿过的，保存得很好呢。姐姐别嫌弃，毕竟家里最近手头紧，新做一件嫁衣太费银子了。令婉，你知道摄政王府的聘礼有多少吗？多少？光是那颗东海夜明珠就值白银10万两。这些聘礼按规矩是给新娘的，你让我穿着一件旧嫁衣嫁进摄政王府，传出去丢的是江家的脸。回去告诉继母，嫁衣不用她操心，我自己有。大小姐，该喝药了。母亲去世后，继母以调理身体为名，每天让府医给我熬药。我3年前就查出来了，这药里加了一味断骨草，长期服用会让人体虚气弱、面黄肌瘦，所以这些年我看上去总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。3年前起我就把药换了，但我每天照样端着碗做样子。青婆，我的嫁衣准备好了吗？光是这一件嫁衣，价值白银1万两，比宫里公主的嫁衣还精致3分。明天，让所有人好好看看。太太说了，吉时是辰时3刻，不能误了。花轿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江大姑娘也不知道修了什么福气，那语气分明是在说我这样的人也配嫁摄政王。3年前停了断骨草的药，这3年我的气色恢复了不少，但在外人面前我一直维持着病弱的样子。今天不用装。这是江大姑娘！天，这嫁衣金丝凤纹，这是宫里才有的绣法。江令婉今天特意穿了一身桃红锦裙，头上簪了2只金钗，打扮得格外隆重，仿佛出嫁的人是她。这件嫁衣哪儿来的？我自己做的。你撒谎！这料子是云锦，1寸云锦1两金，你哪来的钱？这是哪家嫁女儿？江家嫁的是摄政王！我的天，这嫁妆比公主还多！听说了吗？168台，比当年长公主还多48台。这些嫁妆是哪儿来的？继母不是说母亲的嫁妆年久损毁了吗？放心，这些跟母亲的嫁妆无关。那是谁？我自己的。快看，摄政王妃的嫁妆，那是东海珊瑚树，一颗就值万两。这箱子里装的全是金元宝吧？16年了，在江家忍了16年，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那个江家不受宠的嫡女。进去。王妃，这些嫁妆，库房可能放不下。
王妃，王爷在前厅待客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不会过来。这封信是今天早上刘伯送来的，上面写着继母周氏私吞的82台嫁妆去向已查明，其中40台的古董字画被周氏卖给了京城最大的黑市古董商，20台的金银首饰被他熔了重铸，还有18台的田产铺面全部转到了周氏娘家周家名下，最后4台是我母亲最珍贵的东西，下落不明。该查的慢慢查。还没睡？等王爷。你不用等我，婚事太后做主，你住正院，我住书房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好。你倒是痛快。王爷不想被拘束，我也不想。你想要什么？自由出入王府。可以。王府的管家权，我嫁过来168台嫁妆，总不能连自己的东西都管不了。管家权不给我，外人会笑话王爷亏待正妃。行。还有一件事。说。我要在王府后院开一间药炉。你会医术？略懂。这桩婚事比我预想的要好，他不管我，正好我有太职要做，查母亲遗物下落，查母亲死亡真相，清算周氏母女的所作所为，一笔一笔清算干净。明天开始，新婚第2天，我正式接管王府。王府管家赵博跟了王爷10几年，老实本分。王妃，这是王府近3年的账目，王爷从来不看，都是小人在打理。每一笔都很清楚，赵伯，你管得不错。往后大小事务招就，拿不定主意再来问我。是。王妃，怎么了？王府老太君来了。摄政王的祖母，先帝嫡母，当朝大长公主，72岁，性情刚烈，是皇族辈分最高的人，也是京城最难伺候的老太太。在哪儿？正厅。我到正厅时，老太君已经坐在主位上，满头银发，一双眼睛却金光四射。就是你。孙媳给老太君请安。起来，让我看看。脸色不太好，身子弱。年幼时身体不好，这几年已经好多了。听说你在江家过得不太如意。那个江家继母，我听过，仗着男人不在家，把人家嫡女踩在脚底下。什么东西？你母亲叫什么名字？林若薇。老太君，您怎么了？林若薇，林阁老的孙女。老太君认识我母亲。像，真像。你母亲当年救过我的命，嫁入江家后断了联系，听说她病故了。你跟我来，都留外面。你母亲不是病死的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什么？当年你母亲给我写过一封信，说她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关于周家。什么秘密？信还没送到我手上，她就死了。孩子，你母亲的死不是病，是谋害。16年了，我心里一直有这个猜测，从来没有人证实过。老太君，那封信被劫了，我查了很久，没查到是谁劫的。但是孩子，你现在是摄政王妃了，有些事可以重新查了。多谢老太君。别跪，你是若薇的女儿，就是我的亲孙女。这是你母亲给我的信物，说她若不在了，便交给她女儿。母亲，我会替你查清一切。普通人看，这就是一块上好的羊乳白玉，但边缘有一圈极细的凹痕，像是夹层。周氏通敌，周家只是寻常商贾，母亲怎会说他通敌？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就不只是家事了，这是灭族之罪。
江宅东院是母亲生前住处，死后被锁。继母说闹鬼，如今看来是怕人发现什么。但我现在回不了江宅，刚嫁出来第2天就回娘家，说不过去。我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。王妃，镇国公府沈世子求见王爷。沈燕峰，王爷在吗？王爷一早去了军营，不在府中。让他进来吧。王妃，沈世子他无妨。江令尹，萧寒呢？王爷不在，有事跟我说也一样。我找他，不找你。那就改天再来。等等，江令仪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在江家16年受过欺负，一个被打压的嫡女，怎么会有168台嫁妆？全京城都在传你嫁妆比公主还多，我打听了，不少东西连皇家内库都没有。你到底藏了多少秘密？沈世子，你不是说宁死不娶我吗？我嫁给谁有多少嫁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3天前你在百花宴上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现在你跑到摄政王府来查我的底线，沈世子，你到底是好奇还是后悔？我没有后悔。那就请回吧。赵伯，送客。姑娘，沈世子好像很生气。他生气跟我无关。可是，如果他查到云锦阁的事怎么办？查不到的。云锦阁的幕后东家，这世上知道的人不超过5个。就算查到云锦阁，也查不到我身上，除非有人告诉他。继母周氏，她不知道云锦阁是我的，但她知道我母亲和林家的关系。如果沈燕峰去找周氏打听，清环，派人盯着江家，周氏如果跟外人接触，立刻汇报。是。棋局才刚刚开始。皇后娘娘请摄政王妃明日入宫请安。王妃，皇后娘娘那边您得小心。怎么说？皇后是沈家的人。沈家？皇后是镇国公沈家嫡女沈燕峰的亲姑姑。原来如此。还有一件事，皇后一直不满这桩赐婚，原本属意的王妃是宁远后嫡弟方若兰。方若兰，京城公认的第1才女，也是沈燕峰的表妹，所以皇后想让方若兰嫁给摄政王。但太后先一步下了赐婚旨意，皇后没来得及阻止。我明白了，这次入宫恐怕是一场鸿门宴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摄政王妃，听说你在江家的时候大字不识几个？回娘娘，臣妾识字。识字？识几个字？本宫听说你小时候身体不好，没怎么读过书，是这样吗？回娘娘，臣妾幼年确实体弱，但母亲在世时教过臣妾书。你母亲？一个小官家的女儿能教什么？既然你说识字，本宫考考你。上面是一首诗，你来念。竟是上古文字写的生僻古诗。沧浪之水请清溪，可以濯无垠；沧浪之水可以濯无足。这是前朝大儒陈文渊的手抄本，用的是上古篆文。这位陈姑儒的手抄本存世很少，据臣妾所知，只有3份。1份在皇家内库，1份在前太傅林阁老家中，第3份在臣妾母亲的遗物里。你说什么？你母亲怎么会有陈文渊的手抄本？因为臣妾的外祖父是前太傅林阁老，3朝元老，天下文宗，门生遍布朝野。你说林阁老是你外祖父？正是。臣妾母亲林若薇是林阁老嫡子的独女。娘娘方才问臣妾是几个字，林阁老藏书阁37000卷典籍，臣妾读过2万卷。京城第1才女，在林阁老的亲孙女面前什么都不是。摄政王妃，你起来吧，地上凉。江令仪，方姑娘有事？你撒谎！林阁老的孙女怎么可能嫁给江家那种人？你编的！你可以去查，我一定会查。随便。还有，摄政王妃这个位置，你坐不稳。你以为嫁进王府就完了？萧环他根本不喜欢你，他的心里……方姑娘，本王心里什么？王爷，我不是……走了。皇后为难你了？没有，只是考了我一首诗。考诗？
你念出来了？念了。他什么反应？脸色不太好。你外祖父是林阁老的事，之前没人知道。没人在意。母亲嫁入江家后便低度度日，刻意隐藏了出身。继母进门后，更是把她的痕迹抹得一干二净。所以你在江家隐忍了16年。你不简单。王爷也不简单。今天的事实很快会传遍京城，林阁老的外孙女嫁入王府，想看你笑话的人会收敛很多，但也会引来更多的敌人。我知道。王妃，王爷今天好像心情不错。是吗？方才他进来时，嘴角往上翘了一点。小人跟了王爷15年，只见过3次。王妃，江家那边有消息了，说周氏今天出门了，去了一个地方。哪里？镇国公府。周氏去找了沈家。镇国公府沈夫人是皇后的亲嫂，皇后刚被我服了面子，他们凑到一起，断不会只是喝茶叙旧。盯紧了，他们谈了什么？我要知道。棋盘上对手在增加，但我不怕，棋子越多，赢面越大。3天后，云锦阁京城分号出了一件大事，有人举报布利以次充好，举报之人正是镇国公夫人。此事直托京兆尹府，京兆尹亲自带人查封了云锦阁京城分号。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在后院的药炉里研制新药。东家，出事了！我知道了。那批布匹是被人调了包，前天夜里有人潜入坤库换货，小人查到那些人是从镇国公府后门进出的。证据呢？有人证，暂时没有物证。不急，先让他们查。可是东家，如果查出云锦阁的幕后东家是查不出来，我的身份藏了3层，他们顶多查到云锦阁的挂名东家林三爷。林三爷是刘伯的小舅子，普通商人。从他往上查，还有2层代理人，要查到我头上，至少需要半年。但是既然他们想查，那我就陪他们玩一把大的。东家的意思是去请京兆尹来一趟，就说摄政王妃有要事相商啊，让京兆尹来王府。京兆大人是个聪明人，听说摄政王妃召见，半个时辰就到了。下官参见王妃。赵大人免礼。听说云锦阁的案子归你管？正是，镇国公夫人亲自上报，下官不敢怠慢。赵大人，你查的那批劣质布匹有没有跟原产地布样做过比对？还没有。云锦阁布匹产自江南织造坊，每批布出厂时都会留一份封样，封样上有日期和织工编号。这是云锦阁近3年发往京城的布体封样记录，赵大人可以拿去比对。王妃怎么会有这个？我母亲与云锦阁前任东家林老先生有旧，这份记录是我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的。赵大人不可能去追查一个已故老先生的人际关系。还有一件事，赵大人可以去查一查那批被换掉的劣质布列产自哪里。王妃的意思是，我听说镇国夫人的娘家也做布匹生意。下官告辞。3天后，京兆尹公布了调查结果，云锦阁的布匹没有问题。库房里的劣质品经过比对，产自京郊的一家小作坊。这家小作坊的东家是镇国公夫人娘家的表弟，换言之，是镇国公夫人自己买了劣质布，换掉了云锦阁的货，然后倒打一耙。消息一出，全京城炸了。镇国公府面子挂不住，对外说是下人办事疏忽，可没有人信。而我从头到尾没有露面，只在王府里喝了一杯茶。云锦阁的事是你做的？什么意思？京兆尹赵大人今天上朝，特意提了一嘴，说摄政王妃提供了关键证据。你跟云锦阁是什么关系？我母亲和云锦阁的前东家是旧识。只是旧识？云锦阁的案子平息后不到3天，第2波攻击就来了。这次不是商业上的，是我的名声。京城突然流传出一个消息，摄政王妃江令仪婚前与沈燕峰有私情，说的有鼻子有眼，说我曾经给沈燕峰写过情诗，还偷偷去过镇国公府后门，被门房撞见。王妃，这些全是假的，分明是有人造谣。查到是谁传的了吗？查到了，最开始传出消息的是醉仙楼的说书先生编了段子。醉仙楼是谁的产业？周家的。继母周氏的娘家。沈家正面攻击失败，周家就从侧面动手了。那个说书先生什么来头？查过了，是周家专门雇的，原本是个落魄书生。青鹏在，去把刘伯找来，另外帮我准备一套男装。男装？姑娘要出门？我要亲自去醉仙楼看看。半个时辰后，从王府后门出去。东家，您何必亲自去，交给小人来办就好。有些事，眼见为实。醉仙楼，京城最热闹的茶楼。各位看官，今儿咱讲一个痴情女的故事。
话说这京城有一位姑娘，家道中落，偏偏痴心妄想，看上了一位世家公子。说的摄政王妃，小人可没说名字，但是嘛，这位姑娘不仅写情诗，还半夜翻人家院墙，被狗了的才逃走。你们说丢不丢人？先生，好口才。这段段子编得不错，但漏洞太多。你什么意思？镇国公府养的是鹰犬，不咬狗。翻墙的故事想边缘，至少先去踩踩点。各位，这位先生的故事是假的，但既然大家爱听故事，我也讲一个。京城有一位季氏夫人，嫁入正室后私吞了原配的嫁妆82台，每天吓得亲生女儿关在偏院上。你住嘴！他反应过来了，但已经晚了。断骨草那是什么？就是一种慢性毒药，长期服用会让人体虚气弱。天，这是谋害亲女啊！原配的嫁妆被吞了82台，这不是盗窃吗？京城最近最大的新闻是什么？摄政王妃出嫁，168台嫁妆全城轰动。摄政王妃的继母是谁？江家继室周氏。这位先生，别急着走，我家东家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。有人举报醉仙楼散布谣言，诽谤摄政王妃，奉赵大人之命，带涉案人员回府问话。不是我，是周家让我说的，他们给了我50两银子。东家，要不要把这件事闹？不用我闹，今天茶楼里那么多人，明天全京城都会知道。听说了吗？摄政王妃的继母在药里下毒，害了人家16年。何止下毒，人家原配的嫁妆被吞了82台。那个继母是周家的女儿吧？周家不是开茶楼的吗？醉仙楼就是他家的。自己做了亏心事，还雇人编下文泼脏水，脸都不要了。快开门！你们江家雇人造谣骗人，给我们家夫人一个说法。你秀了一天，外面的事是你安排的。什么事？今天朝堂上有3个御史弹劾江家治家不严，一个弹劾周家散布谣言。赵大人还递了一份周家涉嫌诽谤王妃的案卷。你坐在家里绣花，外面替你打仗的人都不少。臣妾不知道什么打仗，只是昨天去茶楼喝了杯茶，听了个故事。以后出门带上府里的侍卫，不是担心你王府的脸面而已。哦，好。那个断骨草的事是真的？是。我会让人查。王府的脸面而已，嘴上是这么说的，但调查断骨草这种事跟王府的脸面有什么关系？萧环说查断骨草就真的查了，他不声不响地派了人去江家救院，把我之前攒下倒在花盆里的药渣收集了一些，送到医署查验药性。3天后结果出来了，太医院院首亲自写了一份报告，报告上写得很清楚，长期服用此方可导致气血两亏，筋骨虚弱。方中所含断骨草虽用量微小，但足以致命。16年，你吃了16年这种药？后面3年我换了方子，没有继续服用。3年？你13岁就发现了？你恨他吗？不恨，恨太浪费时间。这份东西我会交给京兆尹，蓄意投毒是重罪，加上嫁妆侵吞和造谣诽谤，够他受的。王爷，先别交，还不是时候。不是只是一颗棋子。什么意思？他背后站着周家，周家背后还有更大的利益关系。现在拿下他，更深的东西就挖不出来了。我需要他自乱阵脚。你打算怎么做？逼他，把他的退路一条一条切断，逼到他没有选择，只能去找那些更大的靠山，到时候顺藤摸瓜。你的母亲不是病死的，对吧？我查过江家的旧道，你母亲当年突然病故，对外说是急症，但太医院没有出诊记录。一个正2品官员的正室夫人病危，太医院没有任何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查的？大婚那天。168台嫁妆，随便拿出一件都价值连城。你在江家被人当虾仁使唤了16年，却有这样的底蕴，我想知道你是什么人。所以王爷查了我，查了你，也查了你母亲，查出来的东西比我想象的多。都查到什么了？你母亲是林阁老的嫡孙女，林阁老死后留下的财产不计其数，但从未有人继承，没有人知道。直到我看到你那168台嫁妆，林阁老的遗产在你手上，不只是嫁妆，还有更多。我不在乎你有多少家产，但如果你需要帮手，可以开口。
为什么帮我？太后让我娶你，不只是因为你是江家的女儿，太后和你母亲的关系比你知道的更深。太后让我护你周全，我答应了。太后让他护我周全，所以他娶我不是因为赐婚，而是因为他答应了太后。这个男人比我想为的要复杂得多。又过了几天，我终于等到了回江府的生辰。父亲人在外任，江家要摆家宴，作为江家嫡女，我必须回去。一大早，我带着青铜和2个王府侍卫出了门。到江家时，大门敞开，门口站着几个仆人，看见我来，脸上的表情很有意思，又恭敬又害怕。毕竟我现在是摄政王妃，但他们又偷偷看我的身后，像是在确认我有没有带人来抄家。最近他的日子不好过，云锦阁的事、醉仙楼的事、嫁妆的事，3件事像3把刀子架在脖子上。但他毕竟是老手。令姨回来了，快坐快坐，来人，上最好的茶。你嫁到王府这些天，一切可好？王爷待你好不好？挺好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家里一切都好，你不用担心。是吗？我听说继母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，府里的大夫来了好几趟。没有的事，就是些小病。那就好，继母要保重身体，有些事情查起来很费时间，得有个好身体才扛得住。令姨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今天是父亲生辰，我来看看母亲当年住的院子。东院那个院子年久失修，不安全。我带了侍卫，继母不用陪我。这里曾住着我的母亲，在这个院子里，她生下了我，教我读书写字，告诉我人世间所有美好的东西。然后她在这里永眠了。我找到了母亲的卧房，地砖还是当年的样子。母亲留在玉佩里的纸条写着：按格须以令姨生辰打开。我的生辰是9月初7，97第9排第7块砖。我敲了敲那块砖，砖下是空的。我用力撬开砖罐，下面果然是一个暗格，暗格里放着一个铁盒子，盒子上有一把密码锁，3位数，9月初7 907。锁开了，铁盒子里有3样东西：一封信，一本账册，一块令牌。信是母亲的笔迹。第一，周氏的娘家周家表面是商贾，实际上与北狄暗中勾连，走私军械长达15年。这本账册记录了你被枪决。第二，你父亲周氏嫁入江德是周家安排的，目的是利用你父亲在乌烟关截获。我知道我已暴露，他们不会放过我。第四，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我已经不在了。令姨，不要为我伤心，替我把这些证据交给值得信任的人。你的母亲林若薇，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最后一页有一个名字格外醒目，周成远，周氏的亲哥哥，周家的当家人，也是醉仙楼的真正东家。令姨，你进去做什么了？怀念母亲。继母，东院的草该除了。他知道东院里藏着东西，但他不知道东西在哪，他更不知道东西已经在我手上了。姑娘，这走私军械是死罪啊！不止死罪，通敌叛国，诛9族。那周氏岂不是？他是周家的人，跑不了。但这件事太大了，我一个人扛不住。那去请王爷来。你知道这本账册意味着什么吗？通敌叛国。不止，周家走私军械的对象是北狄。北狄3年前犯境，用的就是精良的中原兵器。那一仗，大梁死了17000人，你母亲就是那一年没的。3年前，母亲死于3年前，北狄犯境也是3年前。母亲发现了周家通敌的被灭口，而那一仗死去的17000辆神将，都是被周家出卖的。萧环，我要周家付出代价。你会的。这本账册我先收着，通敌案不能草率上报，需要朝廷里有足够的人手来配合。你信得过谁？御史大夫钟离渊，他是你外祖父的学生。大理寺卿韩青山跟周家有旧仇，3年前那一仗，韩青山的独子就在战场上。我心里一凛，他不是今天才开始布局的，你早就在查周家了。北狄那批兵器的来源，我查了2年，查到了几个线索，但始终找不到直接证据。你母亲替我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。所以你答应太后娶我，不只是为了护我周全。你在质问我？我在确认。
一开始是太后的嘱托，但看到你那168台嫁妆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比我以为的有价值的多。有价值？别曲解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不是一颗需要被保护的棋子，你是一个可以并肩作战的人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他是认真的。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合作。好。通敌案至少需要1个月准备，在此之前，你不能让周家起义。我知道。还有一件事，沈岩峰最近在查你的底细，他跟周家走得很近。他跟周家有什么关系？镇国公沈家和周家在北京有一条共同的商路，表面上走的是丝绸茶叶，但那条路也走军械，沈家可能也牵涉其中。如果沈家也参与了通敌，那就不只是周家一家的事了。镇国姑府满门武将，世代忠良，如果他们列的北境防线就是个笑话。笑话沈家，皇后是沈家的人。我知道。如果沈家倒了，皇后该倒就倒，通敌叛国不分贵贱。这个男人冷硬到骨子里去，但正因为如此，他才是最好的盟友。1个月之内，我会把所有外围证据都收集齐。需要什么？你的暗卫，借我几个。给你10个。统领叫莫影，武功和情报能力都是1等1的。从今天起，他听你的调遣。江令仪，没有小心。但那个小心说得很认真。局的第一步，断周家的财路。周家表面上做布吏和茶楼生意，实际上最大的收入来源是那条走私商路。我让莫影查了一下，那条商路从京城出发，经过北京3个关隘，最终到达北地边境的干界哨，每个月走一趟，每趟价值白银10万两以上。但封关需要朝廷的命令，动静太大。我选了另一个方法。刘伯，东家，云锦阁在北京有没有分号？有3家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云锦阁北境3家分号同时搞促销，所有布匹茶叶降价30%。东家降30%，我们就不赚钱了。我不要赚钱，我要抢客户。周家的布里是聊质量一般，全靠低价走量。云锦降30%，质量还远胜于他们。周家在北京的客户全会跑到我们这边来。东家高明，没了正经客户的他们的走私商队就会暴露。不只是暴露，他们会着急，着急就会犯错，犯错就会露出马脚。小人这就去安排。第2步，离间周氏和沈家，这一步更容易。我让莫影放出一个消息，金兆尹正在重新调查云锦阁被调包的案子。镇国公夫人上次栽了跟头，对外是下人办事疏忽，很容易查到他和周家的合谋。镇国公夫人一得到消息，立刻就慌了。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撇清和周家的关系。镇国公府宣布与周家的所有商业合作立即终止。青浦把消息带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后院药炉里配药。王妃，镇国公府跟周家翻脸了。意料之中，但是沈岩峰没有跟着翻脸，他还是去了周家，好像跟周成远见了面。沈岩峰单独去见周成远，他们谈了什么？莫影的人没能远之间，出来沈岩峰怪色很不好看。有意思，让莫影加强对沈岩峰的监视。他每天去哪里，见什么人，我都要知道。是。第3步，收拢人心。我做了一件看起来不相关的事，我在王府后院开了义诊，我亲自坐诊。每天午后2个时辰，京城的百姓都可以来摄政王府后门免费看。消息传开后，第1天来了20个人，第2天添50个。1个月后，每天排队的人从后门一直排到街尾。由于我亲自坐诊，很快摄政王妃医术高明的名声传遍了京城，老百姓开始叫我活菩萨，而朝堂上的大臣们也分托人来求诊。我来者不拒，每个来求诊的人都要在一份名册上签字，名册上写着感谢王妃恩德。签完字看病，看完病走人。那份名册上的名字越积越多，300个、500个、1000个。他们不知道，这份名册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成为压塔周家和沈家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有些仗不是在朝堂上打的。义诊进行到第15天时，出了一件意外。那天下午，一个小男孩被抬进来，7、8岁的样子，脸色发青，呼吸微。这东西已经散了，大夫都说没救了。把孩子放到诊床上，我让人把孩子放在诊床上，摸了脉，症极弱，但还有一线生机。什么时候吃的？吃了什么？在醉仙楼门口有人在发糕饼，孙子拿了一块吃了，当天晚上就醉仙楼门口发糕饼。我拿过孩子嘴角残留的呕吐物，闻了一下，是一种特殊的苦味。我认得这个味道，附子粉，少量入药可以治病，过量服用致命。谁会在街上给孩子发有毒的糕饼？青婆，去查3天前醉仙楼门口发糕饼的人是谁。是。我先给孩子施了针，稳住心脉，然后配了解毒方子，煎好灌下去。1个时辰后，孩子的脸色开始好转。王妃大恩大德，我们祖孙2个做牛马也报答不了。不用谢我，但你要告诉我，那些糕饼除了你孙子，还有别人吃了吗？有，当时还有好几个孩子拿了。我心里一沉，赶紧去找，如果有人出了同样的症状，带到这里来。当天晚上又有3个孩子被送到王府，症状一模一样。我连夜配药救治，4个孩子全部脱险。姑娘，查到了，那天发糕饼的人是醉仙楼的伙计。醉仙楼，又是醉仙楼，又是周家。他们为什么要在街上发有毒的糕饼？还在查。但莫影说，醉仙楼最近进了一批新原料，来路不明。那批原料里可能混入了有毒的东西，不是混入，是故意的。
故意。可是为什么他们的走私商路被我断了？周成远急需一大笔钱来维持那条暗线。可是毒害小孩跟赚钱有什么关系？附子粉用的量不致死，但会让人上瘾，吃了一次还想吃第二次。他们在做毒糕饼的生意，这种糕饼在黑市上1块值10两银子，先免费发，等人上了瘾再高价卖。这简直是畜生！我把最后一碗药端给第4个孩子的母亲，通知刘伯把这件事捅出去。怎么捅？让云锦阁旗下的印坊印1000份传单，把醉仙楼毒糕饼的事详详细细写清楚。明天一早满京城散罢。1000份够吗？不够就印5000份。第2天，京城炸了，5000份传单夜之间贴满了大街小。4个孩子的家人站在醉仙楼门口哭诉，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。有人开始往醉仙楼扔石头，有人开始砸招牌。京兆尹赵大人带着衙役赶来维持秩序，顺便查封了醉仙楼。周成远在府里急得跳脚，他派人去找镇国公府求助，被拒之门外。他又派人去找朝中的关系，没有人接他的帖子，因为满京城老百姓都在骂周家，谁敢在这时候跟周家扯上关系？传单是你印的，手段偏狠厉了些。对付恶徒无需留情面。周家快撑不住了，周成远今日去了3处求援，悉数被拒。还有一个地方他没去，哪里？沈岩峰那里。你等的就是这一步。沈岩峰和周成远之间有秘密，周成远走投无路，一定会去找他。到时候墨影的那的人就能查到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老谋深算的？被人下了16年毒，想不老谋深算都难。去休息吧，接下来几天会很忙。果然，周成远扛了2天，第3天晚上秘密去见了沈岩峰，地点在城外的一座废弃道观。墨影带了5个人潜伏在道观外面，他们谈了整整1个时辰。东家，沈岩峰和周成远谈了3件事。说，第一，周成远要沈岩峰帮忙打通镇国公府的关系，重新接上隐秘商链。沈岩峰拒绝了。拒绝了？是，他说风头太紧，不能冒险。第2件。第二，沈岩峰问周成远能不能搞到一份东西，关于云锦阁幕后东家的证据。他在查云锦阁？是，他好像已经查到了云锦阁和林家的关系，但还差最后一步。他让周成远帮忙查，用的条件是帮周家在朝中找一个新靠山。第3件。第3件，沈岩峰让周成远帮他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他要周成远找人，半路对一人动手。对谁动手？动手的目标是刘伯。刘伯，云锦阁京城分号的掌柜，也是唯一知晓我身份的外人之一。他若得手，不只是断我线索，更是灭口。什么时候动手？3天后，刘伯每月25号要去城外的织造坊验货，他们打算路上动手。墨影，在。把你手上所有暗卫集中起来，3天后我要在那条路上布一个口袋。是。另外通知刘伯，25号照常出门，但换一条路，让暗卫假扮成他的车队走原路。东家是要引蛇出洞。沈岩峰要对我的人下手。我听墨影说了，我要反制布局。怎么做？在他动手的现场抓他个人赃俱获。你打算用这件事扳倒他？不够，对一个商人下手，顶多是流放之罪。但如果在拿人的时候顺便搜出他和周成远私通外敌的证据。你有证据？还没有，但他们合作多年，必有书信往。周成远如今自身难保，那些信他不敢留在府中。你觉得信在哪里？在他和沈岩峰见面的那座废弃道观里。周成远是个谨慎的人，他不会把信带在身上，也不会放在家里。道观是他们的秘密据点，那里最安全。我让暗卫去查。不，让我去。太危险。我比你的暗卫更知道要找什么。我母亲在信里提过，通敌的证据分成了2部分，一部分是账册，在我手上，另一部分是往来书信和军械图纸。如果图纸在道观里，只有我能辨认出来。为什么只有你能辨认？因为那些图纸用的是密码，破译方法只有我母亲教过我。我陪你去。你是摄政王，万一……我说了，我陪你去。好。道观不大，前殿后殿加起来也就5、6间房。前殿是空的，后殿就是他们见面的地方，连茶具都没来得及收走。我四下查看，渐渐觉出异样，这里的布局不对。后殿的面积比外面看起来小了一截。加强。
暗室不大，只有一张桌子，桌上摆着一个铁箱，铁箱没有锁。我打开箱子，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几十封信，还有一卷图纸。我拿起图纸展开，果然是密码。每一列数字看起来毫无规律，但用母亲教我的方法解码后，内容触目惊心。这是大梁北境3座军事要塞的防御布局图，包括兵力部署、粮草储备、暗道位置，全部标注得清清楚楚。如果这份图纸落到北敌手里，大梁的北境防线就是一张纸。而图纸上有2个签名，一个是周成远，另一个沈燕峰。沈家满门忠烈，出了这么个东西，把这些全部带走。回到王府，他一夜没睡。他在书房里把那几十封信一封一封的看完了。天亮后，他叫来了2个人：御史大夫钟离渊、大理寺卿韩青山。3人在书房里谈了整整一上午。通敌案的证据链已经完整了，账册、书信、图纸3样都齐了。什么时候动手？后天，3月25号，你说的那场劫杀我引爆卷，燃放后以劫杀案为由搜查沈岩峰的住处，搜到通敌证据后当场拿下。周成远呢？同步行动，韩青山带大理寺的人去抄周家。皇后那边，太后已经知道了，今早召皇后入宫，结案前不准出寿安宫一步。一切都安排好了。3月25号，3年的准备，16年的隐忍，一切都将在后天终结。3月25日卯时3刻，京城还笼罩在清晨的薄雾里。一辆马车从云锦阁后门驶出，沿着官道向城外的织造坊行去。车里坐的不是刘伯，是莫影手下一个身形相仿的暗卫，穿着刘伯的衣服。真正的刘伯已经在前一天夜里安全转移到了摄政王府的密室中。马车走了大约半个时辰，到了城西10里坡。这是去织造坊的必经之路，两侧是密林，只有一条窄道，天然的伏击点。果然，马车顶背上插了3支羽箭，暗卫早有准备，翻身滚出马车，10几个黑衣人从林中冲出来，领头的是一个独眼汉子，手持长刀，上，一个不留！暗卫们开始反击，双方在林中厮杀，但这不是重点。重点在5里之外，销魂带着100名庆军，已经包围了独眼汉子的后路。半个时辰后，10几个刺客全部被擒。谁派你来的？老子不说！再问一次。摄政王。谁派你来的？是沈世子，郑国公世子沈燕峰。带走。奉摄政王谕令，周家涉嫌通敌叛国，即刻搜查。你们凭什么搜我家？凭这个。找到了，暗格里有东西。北狄文氏的金条，还有军械账目和暗探信物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周成远，你知道通敌叛国是什么罪吗？诛九族。外面何事喧闹？销魂，你什么意思？沈燕峰，你涉嫌通敌叛国，本王奉旨缉拿。你怎么会有这封信？这重要吗？我不认这是假的，有人栽赃。你的私印，你和周成远在城西废弃道观暗室里藏的证据，还有你雇的杀手，已经全部招供了。还要我继续说吗？你不能抓我，我是郑国公世子。带走。那不是沈世子吗？怎么被抓了？听说通敌叛国。啊！沈家通敌？不是说沈家满门忠烈吗？